拜登政府无力解决这一系列民生问题，也直接影响了他所在的民主党在美国的支持率。距离美国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初选已经进行了约一半。根据已经公布的部分初选结果，民主党很可能遭受重大冲击。在这种局面之下，拜登想要在2024年连任的希望可能要落空了。据7月1号美媒《纽约邮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71%的美国人认为拜登不应竞选连任。即便是在拜登所属的民主党选民中，也仅有30%的调查对象表示支持拜登再次参选。在持负面意见的受访者中，有45%的反对理由是拜登是个糟糕的总统，约1/3的人认为他太老了，另有约1/4的人则认为美国政府是时候该做出改变了。事实上，自去年8月以来，拜登的支持率一直就低于50%。分析认为，拜登今年不仅无法解决国内的通胀问题，他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不容乐观。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全球供应链仍然受到新冠疫情的阻碍。民主党内的不满情绪也导致了拜登支持率的下降。从美国的民众的反应来看，经济问题、疫情问题这个始终是美国民众最关心的话题。但是在经济上，拜登政府始终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规划，而是沉迷于大国竞争，以至于现在的通货膨胀是到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其实此前很多美国媒体都分析说，取消对华商品加征关税是拜登政府这个很好的缓解美国国内通胀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而7月4号，《华尔街日报》呢也报道说，有消息人士透露，拜登可能在本周就会宣布对部分对华商品加征的关税呢要进行豁免。那此前呢，白宫也一直在评估这个问题，而白宫内部呢分歧严重，拜登始终是这个左右为难。那现在拜登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我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但是我也同时看到了另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消息，就是说，拜登他决议在本周宣布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关税，同时要启动或者是施加其他的对华关税这样一个消息。所以我们从这个举措当中也能看出来，拜登政府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态。首先，他是否取消关税一定是出于国内动机的驱动，他是为了减轻国内的高通胀的。那么同时呢，他又担心陷入这个共和党对他的一个斥责当中，就是对华软弱的斥责当中，所以他就在这个两边之间这个非常非常难的去平衡和协调，对华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腾挪空间非常的有限。未来美国的政治法律越来越趋向保守，是否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要如何应对一个越来越保守的美国呢？美国的保守派本身当前处于一个洗牌的过程中，是继续走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还是走切尼的建制派路线，当前还不明朗。保守派呢也在乎利益，而中美之间因为紧密的利益连结和多管道的互相依存呢，将使得在经贸民间领域依旧会是有很多可以接触的机会的。那拜登政府他引入的这个从实力的地位与中国打交道这样的一个思路，还有他提出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都是这样的一个保守主义在外交思路上的一个体现。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短中期的这个保守主义的一个趋势我们就是要在保持定力或者是保持平常心的同时，要敢于并且善于斗争在平等互利中去管控分歧，去塑造引领，然后实现中美两国的合作共赢。